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富品记，我是富哥。上几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快速挑选 CPU 主板和硬盘。本集我将给大家分享我是如何挑选最适合我们的机箱。首先，机箱按体积大小可以划分4种类型，分别是全塔机箱、中塔机箱、迷你机箱和微型机箱。机箱体积大小的选购，建议尽量与主板大小进行匹配，以免浪费空间。就如同全塔机箱虽然能安装全尺寸的主板，但如果拿这个机箱安装一个 ITX 主板就大材小用了，所以这份表我也给出了对应不同体型机箱搭配不同主板的建议。同时我们先看下全塔机箱，推荐搭配 eATX 主板，主要是发烧级玩家的选择。这类型的机箱虽然体积大，但拓展性和散热体系都是最好的。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份表看出，体型不断变小，拓展性和散热体系也相对随之减弱。不过只是相对的，好的工艺设计也是可以打破这个相对的定律。所以选购机箱需要重点看机箱内部风道的设计是否合理。有时风道设计合理，即使 ITX 机箱也可以具有很强的散热能力。首先我们先说下机箱风扇。目前市面的风扇按接口划分主要有3种类型，分别是2针、3针和4针接口的风扇。2针接口的风扇目前已经不推荐购买，主要是简单粗暴，而且不能测速。3针接口的风扇是电压调速，灵活性不太好，推荐购买4针接口的风扇。通过稳定脉冲调速，可以从0到100线行稳定的调速，而且可以测速。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快速识别风扇的进风和出风的方向。大家只要记住，市面上的 99.9% 的机箱风扇，看到完整风扇叶的这一面就是进风面，看到有框架的一面就是出风面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特殊异型的风扇就可能相反，不过这类型的风扇会在说明书进行特别说明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优质的机箱风道设计标准有哪些。首先是要有减少热风在机箱内部逗留的时长。二是要有良好的空气对流设计，尽量任何一个风面都只做进风面或出风面。三是同时也能减少内部积尘。我先拿我选购的古家 ITX 机箱作为案例说明。这个机箱虽然是 ITX 机箱，但是风道设计非常好。机箱有6个面都可以散热，前面板可以加装一个进风风扇进行引入冷风。一般情况下，机箱的背面由于靠近 CPU， 为了减少热量在机箱内部的逗留时间，都会在背面加装一个出风风扇。这时前后2个面板就能很好形成空气对流。底部可以加装2个进风风扇辅助显卡散热，再通过显卡的散热器将热风导出到背部面板。此外，如果底部空间像我这个机箱一样较为紧密的时候，可以选择 15mm 的超薄风扇，以免风扇和显卡出现摩擦的问题。顶部为了能加速
机箱内部和电源热气流的快速散热，可以加装2个出风风扇进行出风散热。机箱的顶部设计了一个盖板，可以有效减少外部粉尘沉淀到机箱的内部。另外，机箱左侧面板可以加装240水冷进行出风散热，将 CPU 的高温进行导出。机箱右侧面板可以作为内部风扇抽取外部冷风的一个入口，这样机箱6个面都非常合理的利用起来了。3个面抽取冷风，3个面加速排放热量，这样可以大大加大机箱内部热量的散发，同时规避散热盲区，所以散热体系完全不逊色 ATX 机箱。机箱底部还附加了抽拉式的防尘网，可有效减少机箱积尘。我们也可以给机箱其他面的面板加装这种防尘海绵，也可以减少机箱内部的积尘。我是通过磁吸条粘贴防尘海绵的四边，再通过磁性粘贴在野网上面进行固定。这个是我为机箱所做的风道和防尘的设计方案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选购和设计的灵感。另外，选购机箱时也需要多加留意兼容性问题，包括安装独立显卡的长度，有些体型较小的机箱对独立显卡的长度都有限制，特别是发烧级和高端显卡尺寸较长，一定要确认机箱所能支持的独立显卡的最长长度。另外，也需要留意 CPU 散热器的大小，无论是风冷散热还是水冷散热，都需要留意机箱内部空间是否足够安装所选购的散热器。在购买建议方面，一是机箱体型和主板要匹配，不要浪费空间；二是要有较好的风道设计；三是可以结合对外观设计的喜好、内部工艺和机箱材质的要求，以及现在和将来对接口和模板拓展需求进行综合考虑，即可选出最能满足你实际需求的机箱。本期专机小课堂讲解了机箱的基本知识和选购的方法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回复专机就可以获得最新一期的专机思维导图原文档。如果有一些小伙伴还没有看过我前几期的视频，可以先关注我的频道进行回看。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行，麻烦帮忙订阅、点赞和投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。下期专机小课堂将和大家分享如何选购 CPU 的散热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